我是苏寒，一个现代社畜，穿越成了洪荒首批先天人族。而巫妖亮劫将至，人族沦为两族血食，漫天神符冷眼旁观，人族求道无门。我只有拜入圣人门下，寻一线生机。卵生尸化之辈也想拜入我禅教？太清师伯看不上的废料，我禅教怎么可能收？我禅教自诩顺应天道，难道天道就是这般见死不救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妄议天道？好，既然你们是人族为刍狗，我不拜也罢，那我就去截教，接纳一线生机。呼天教主，截教杀孽深重，必遭天算，祸及全教。人族苏寒特来投靠，愿献命以救截教。哪里来的无知人族？竟敢擅闯碧游宫，口出狂言，简直滑天下之大忌！小兄弟，师尊乃混元大罗金仙，万劫不灭，莫要在此胡言乱语，速退保命。此人修为平平，面对圣人却不卑不亢，难道真有倚仗？要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死！圣人自以为有教无类，却不知门下早已良莠不齐，杀孽深重。你截教必遭天算，万仙震破，道统断绝。你连眼下的大局都看不透，谈什么万劫不灭？什么意思？时息内，道祖洪峻陛下法旨，强行喊停巫妖大战。道祖早已和申天道，岂会为了区区巫妖喊停？教主，别听他妖言惑众，直接搜魂！教管天，物管地，一元会内不得再战。可以谈谈截教的死局了吗？所有人退下！教主，此子妖言惑众，必是妖族习作。滚出去！你怎么知道老师会下法旨？你说的截教死局到底是什么？圣人可听过封神亮劫？自然知道，可本座握主仙4剑，天下无人能动得了我截教。哼，如果是四圣联手呢？太清老子和元始天尊联合西方二圣，破不破得了？你诛仙阵。太清元始乃我血脉同源的兄长，岂会联合外人算计我？兄长，那位总是自诩高贵的长辈，心里从未有过你。在你眼里，他们是手足。你截教万仙，不过是给禅教弟子挡劫的上榜耗材。天机混淆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万仙阵破，你最疼爱的大弟子多宝被太清抓去西方教，三霄仙子被你那好二哥元始天尊亲手镇杀，生死道消。闭嘴！命运被操弄，强敌还死，这是必死之举。你能提前窥探天机，精准预判法旨，你一定有破局之法。人族与截教，休戚与共。我既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在这死局中，硬生生撕开一条生路。此乃无之佩剑，见此剑如见吾本人。从今日起，你苏寒便是我宗门的第一谋士。教主不怕我毁了截教？我又不过是飞灰引命，本座就把截教的命全压在你身上。安心任你调遣，洪荒任你行走。告诉我，第一步该怎么走？亲手终结那些残暴的掠夺者。呼吧，叫吧，
用你们人族的魂魄，妖皇炼制无剑。对人士莫要逆天而行。这血肉献给妖皇，是全了天道定数，也是尔等身为蝼蚁的功德。退下，体面的死。光成子，你们阐教顺应天道，却不知人族才是未来天地的主角。苏寒兄弟，救人族竟有如此造化！人族区区蝼蚁，怎么可能会是未来天地主角？橙子，你看好了，人族为力。今日我苏寒转下武道炼体之法，盼人族以血肉筑长城，人族皆可修行。武道立！居然引动了气运金龙，天道竟然认可了这种蛮夷之法，难道？武道出城，拿你们试阵。那个自创武道的变数苏寒已被奉为五祖，我先封营全军覆没。区区血石！季蒙，你立刻绿妖族主力下界，把这变数连同人族祖地彻底踏平。前面可是镇元子的万寿山，苏寒，今日你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镇元大仙，妖族图虑苍生，我截教正护送人族前往东海避难。苏寒，带着这群蝼蚁立刻滚出万寿山地界，莫要脏了贫道的清修之地。大仙好狠的心，只是若苏某今日被迫退走，大仙这辈子恐怕都等不到那位老友归来了。黄头小儿故弄玄虚，贫道在这洪荒与世无争，哪有什么等不到的老友？是吗？那99红云散坡葫芦以及它里面护着的真灵，大仙也不想要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红云的半生至宝？红云在哪儿？大阵结成之日，我不但送红云归来，更告知你坑杀红云的幕后黑手。贫道便在这东海立下大阵，你若敢骗我，所有人死！你疯了！就因为这个蝼蚁的几句话，你就要跟我们天庭死磕？你也滚！父子休干无情！你这条弟子听令，布阵！今日起，地书为盾，万仙为风，合回东海！师弟，镇元子护的住肉身，却护不住魂魄。妖族竟在镇外生抽亡魂祭剑，再这样下去，邪教的气运都会被这套天怨气彻底拖垮，这根本是个无解的死局。师姐，守好大阵，我要去地狱深处。因为天道残缺，众生无处轮回。区区一个人族，也敢妄议天道？我是谁？我是被你们巫妖两族连累的苦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修土之大道，承载万物，难道看不出这天地缺了一座六道轮回吗？
巫族打碎了父神的天地，让万灵在这里受煎熬。若无轮回洗刷这滔天业力，你巫族迟早要在重生怨气中灰飞烟灭。可这天地间，哪有能承载亿万亡魂因果的神物？有，你的祖物肉身便是盘古精血所化，承载大地气运的唯一神物。难怪我总觉得巫族杀孽太重，原来我的宿命竟是舍弃这具祖物肉身，为我巫族求一线生机。大道在上，今有盘古氏后土愿以祖物之身化作6道轮回，哥哥们，后土只能帮巫族到这儿了。地道立。小子，竟敢来老祖的血海！这是后土的祭品，可不是你的。后天那个护短的疯子，怎么会把这把剑给你？哼，区区人族居然沾染圣人因果，算你狠！苏寒道友指点之恩，平心铭记。从此，人族魂魄皆入地府轮回，受地道庇佑。我截教气运境暴涨至此，这只是开胃菜，后土化轮回，巫族大阵已破，西方教的准提已经暗中出手，快便是10日同出。敌方教竟敢暗中推波助澜，本座这就去宰了帝君的那10只金乌。这是天道定下的巫妖死劫，我们不能拦，我们要等他们把天捅破，再带人去抢洪荒最大的2阶红利。巫族！天庭欺我！我要他的命！传令下去，阐教弟子闭关，绝不可靠近半步。一起大阵，挡住弱水，护住人族。我要把不更山的残骸全部搬回金奥岛，一块石头都不许给阐教留。听苏寒兄弟的，抢！好一个逆流而上！天破，女娲圣人必定要炼尸补天。我记得北海之下有一头活了无数元会的玄龟，4族可成4级，这就是个功德。咱们截教有师弟，西方教的准提圣人刚刚偷偷……正好，就看谁能得到玄龟的4族了。走。玄鬼，你命中注定要用4族成天，乖乖让贫僧占了你的4族。准提，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！你是想拿玄鬼的4族去女娲圣人，那抢成天功德？你再把玄龟的魂不度化成你西方教的苦力吧，真是好算计！空天，你截教弟子竟敢如此污蔑圣人！本座看他说的一字不差。准提，滚出北海，回你的西方去！好一个截教，咱们走着瞧。玄龟前辈，还请谢出您的4族，撑起洪荒天地。我会苏寒保你入地府6道轮回，来世修道顺遂。我还是难逃一死。前辈，您应该也知道，即便没有我和教主，天道同样不会放过您。等阐教和太清来时，
也罢，烦请两位力士。怎么办？窟窿太大了，即使五色石暂时补上，也还是会塌陷的。老三费尽心力，最后居然只是为了抢步舟山残骸，还是太目光短浅了。女娲已将天穹修复，还需北海玄龟4足升天，尔等速前去取来。弟子领命。弟子领命。弟子领命。此功德咱2人平分如何？如此甚好。欲望之美若皇，截教已经送来承天4级，立！三弟，你这手脚倒是快。我天庭妖族本该大幸。老三，此事等我们回来再议。把混沌钟无主了，我们教主放心，后土娘娘化轮回时，我已借她的力量精准锁死混沌钟，你只管张开诛心剑阵打掩护。既然来了，何必鬼鬼祟祟？西方蛮夷也感染至东方至宝，快出来！两位道兄此言差异，混沌钟乃无主之物，贫僧观此宝与我西方有缘，特来度化。无耻老贼！这乃是父神盘古开天所化，与你这西方旁门所道有何干系？苏寒，他们3个打起来了，但这混沌钟在时空乱流中穿梭极快，连圣人都抓不住实体，我们怎么抢？混沌钟伴随妖族镇压天庭无数元会，沾染了滔天业力。太清和元始只顾着用法力硬抓，却不知这法宝正在疯狂逃避天道因果。教主，不要去战场中心，就在我们面前，张开诛仙剑图，他会自己撞进来。邪教的命都压在你身上，本座信你。真的拿到了，在这3个老狐狸眼皮底下。是你！你竟然一直躲在暗处窃取至宝！二哥，这宝贝自己不长眼撞进我怀里，难不成我还要推出去？此宝与我截教有缘，各位承让。冬天交出混沌钟，截教本就乌烟瘴气，再拿此等出宝，必惹天怒。哈哈，抢不到就说会惹天怒，你阐教顺应天道，怎么连个无主之物都顺不明白？教主，东西到手，我们撤。本座决定立刻闭关，将这混沌钟彻底炼入我截教气运之中。
教主，现在还不是闭关的时候。至宝到手，若不赶紧炼化，虎生变数。巫妖两族同归于尽，天庭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壳。你以为道祖红军会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烂掉吗？教主一旦闭关，就是万年之久。这期间，爱卿和元氏肯定会趁你不在，把天庭的正神之位全部安插上他们的人。到时候截教有了混沌钟又如何？天上地下全被他们那我们该如何破局？妖庭覆灭，三界不可无主。三清、西方二世、女娲即刻速至此霄宫，共议天庭众祖之事。持物者，视同一天。自今日起，昊天为天庭之主，四号玉皇大帝，瑶池为王母，统御三界，代天受牧。不过天庭百废待兴，我阐教弟子皆是福德真仙，需在昆仑静心清。人教只有玄都一根独苗，去不得。我西方为了偿还天道功德，已是举步维艰，实在是抽不出人手去分担天庭重。是啊，我西方贫瘠，更是无人可派。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，趁他们全在摆圣人臭架子，把我们截教的人全部砸过去。昊天师弟既然成了天帝，我这个做师兄的定是要帮一些忙的。通天师兄，老师钦定你为天帝，你便是这三界名正言顺的主宰。今拨出3000精锐弟子，携带不周山极品灵石与海量资源，即刻随师的赴任，助天庭众祝荣光。通天师兄大恩，昊天永世不忘。以后天庭截教众仙皆有实权。老三，你自甘堕落，竟然去巴结一个童子。这圣人这话好生奇怪。昊天上帝乃道祖亲封，你一口一个童子，莫不是在质疑道祖的法旨，看不起天道定数？截教弟子奉教主法旨，特来向玉帝复命，凭陛下差遣。凭陛下差遣。好，截教今日便乃人封神。卓宝封儿为中天北极紫薇大帝，赵公明封儿为金龙如意正义龙虎玄盘真君。截教众仙接掌天庭8部正神之位。苏寒失智，若非你与通天师兄力挺，我这天地恐怕连个使唤的神都没有。天庭稳固，对大家都好。不过，孔同影出事了。太清老子在天庭没插上手，他手伸向了人皇教化权。陛下，天庭交给你了，我去首阳山躲了太清老子，伸向人族的爪子。绝不能落入太清之手。你虽为人族先贤，却无得长此重器。放下，本座可保你一个长生位。长生位？你所谓的长生位，就是让人族世世代代给你贡献信仰，却在妖族口下哀嚎时，我见你半个身影。二爷，我人族自己拿。
顽固不化，圣人之下，皆为蝼蚁。那就看看蝼蚁撼天！不到愿力，人道不取，给我碎！自觉生路。师兄，此子乱天术，抗圣人，不仅此印要受，此人亦当入我麒麟雅兽地火炼魂之刑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你们两个加起来几百万岁了，合伙欺负一个后辈，真当我是死的？你再不来，我真要变成……苏小子，你刚才那一拳打得漂亮，现在带上印，走。苏寒，火云洞乃天道定下的三皇求居之地，无量量劫不得出，你敢擅闯？此印乃天定由我教化人族之物，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人族将因你而覆灭。逆天！若天道是要断我人族脊梁，求我人族先贤，那这天无法定了。两位师兄，人族之事，地道亦有感应。今日这火云洞，不该是囚笼。狗兔，你舍身轮回，竟敢擅离幽冥，插手阳间因果！重生皆苦，人族不去。后土院以地道威压，为苏寒小友挡下2位的圣人之力。人族苏寒，请三皇归位，为人道开一线生机。若执意如此，将会引发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，是否已考虑清楚？我乃人族五祖，何局？请三皇归位。三皇脱困，人道已成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还要再战吗？苏寒，你截断了本座的教化路，这因果来日必报。教主，从今往后，人族不归天地管，只归人族自己管。不仅如此，我结交与人族的盟友之情，也算是在这一战里彻底浇筑成了金身。昆仑山那边，怕是已经盯上这块教化功德的肥肉了。想抢人皇之师的名头来分走人族气运，他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娘娘，开人道轮回。我个苏寒竟借地道掩护人皇转世，人皇一旦归位，人道大兴。师尊息怒，人皇降生必有天地意象，弟子愿亲自下山收纳人皇为徒。什么人？贫道乃禅教元始天尊座下太乙真人，此子命中注定与我禅教有缘，特来收其为徒。你们这群吃生卵化的左道之辈，也敢妄图染指人皇教化？这叫化之功乃天道定数，可该由我阐教佛的真仙指使。
橙子，别拿天道压我。天皇降世，自有我人道宇，截教共同护持。10息之内滚出人族领地。多宝师兄来的正是时候。咱们截教的企业文化，就看师兄怎么传授给人族了。截取一线生机，自强不息，这正是人族此刻最需要的道。多宝老师，天地生养万物，但我人族没有妖族的强悍肉身，连果腹求生都如此艰难。天道，难道真的是我人族为草芥吗？徒儿，天道固然高高在上，运转无情，但我截教的教义，并非让你去麻木地顺应那残忍的定数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万岁起义！这起义便是生机。天道虽严，总有一线生路。你要教化万民，就是用双手，用智慧，为族人强行截取那一线生机。已经完全领悟了我们截教的精髓，正试图将天地法则转化为凡人能用的规律。他正在将我截教的阵法推演与人族命理彻底融合。圣人，贫僧关尔等与我西方有缘，如今人族大兴，抢占了本该属于你们妖族的。不知圣人需要我等做什么？只要尔等潜入华胥部落，制造妖乱，打断那佛西的教化，贫僧便保你们去西方极乐。西方教那点穷酸的因果线，隔着10万8千里都能闻到味儿。准提这老贼，居然想利用妖族余捏在伏羲的地盘搞破坏。教主，大鱼上钩了！准提正潜伏在人族领地以东的黑风林，试图蛊惑大妖冲击人族气运。他现在强行遮掩了天机，自以为神不知。哼！西方蛮夷也敢来我截教的盘子里偷食！苏寒，你盯好人族，这一剑本座要他准提。主啊，我西方贫瘠，只能出此下策。只要人族一乱，天！你怎么可能识破我的遮掩？冲天！你这疯子，贫僧与你势不两立。准提这跳梁小丑算是大发了。吾乃佛羲，今日正道天皇，愿我人族生生不息。人皇伏羲，教化功德已满，人族气运驳杂，须如前往火云洞镇压气运，无量量劫，不得擅出。镇压气运，若我永世不出，人族岂非任由天道摆布？天道运转自有定数，你不过是区区人族天皇，也敢妄议天数？能入火云洞为天道镇压气运，已是尔等蝼蚁的无上造化。造化你大爷！
什么镇压气运？不过是想囚禁我人族先贤，将人道气运变成你们手里的提线木偶。我人族绝不当你们的功德，提取气。苏寒，你这巫族屡次逆天，真当本座杀不了你？师兄，何须废话，将此子一并镇压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谁才是任人宰割的来？天之宝混沌钟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今天就算是天道压下来，我也要用这口钟给历代人皇砸出一条自由之路。刘破，仗着法宝变想翻天，今日连你这艺术一并抹杀。元始，你个老不要脸的，堂堂天道圣人，竟合伙欺负我截教的晚辈！你们休想做主！通天，你休要胡闹！人皇不入伙，运动镇压气运，天道必将大捷。两位师兄，天道管天，地道管地，人族立于大地之上，地道亦有感应。今日这火云洞，不该是天道定下的囚笼。人族五祖苏寒，今以孔统印册烽火云洞。此地不再是囚禁先贤的死牢，而是我人族镇压自身气运的圣地首府。黄伏羲入烛火云洞，执掌人道，非囚禁，乃归位。同时，我以人道气运起誓，截教对我人族有教化护持之恩，特许截教与人道同修气，不受天道节制。好一个截教，好一个巫族，这笔因果来日方长。天皇归位，农耕时代要来了。这帝皇的底子，我截教早就打好了。天皇之师被截教夺走，让通天占尽了便宜。这帝皇的教化功德，我阐教。佛羲那次是弟子大意，被那师生软化的左道之徒钻了空子。这一次帝皇降世，弟子定当亲自下山，将教化之功夺回。这就是那转世的帝皇，还在泥地里打滚，果然是不懂天数。随我下去！今日咱们便秉承师尊法旨，强收他为徒，把这教化功德死死攥在咱们传教手里。尔等何人？是人族百姓。无奈阐教元始天尊座下大弟子广成子，我不需要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能播种生机，乃是顺应了世间的大势。今日我等众位仙师旗帜，特来收你。我九黎儿郎，生来便是洪荒最强的战士。人皇之位，唯有真正的强者才配做。巫族战败后残存的血脉与人族结合，竟孕育出了九黎一族。这股力量若是失控，必将成为人族内部最大的变数。涿鹿之战的伏笔，算是埋下了。小的伪君子，动作倒是挺快，真当我是摆设吗？神农，天命不可违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便是逆天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。吴寒，你敢阻挡我阐教12金仙半钗？
12个一起上吧！今天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，你们就不知道这帝皇究竟是谁罩着的。苏寒，既然你非要阻拦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天威！众师弟，杀！什么人？竟敢阻挠我传教12金仙办事！我行事全凭心情，何须向你们这群人解释？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唯羽化作先天5行5色神光，号称无物不刷。孔雀道友，我没说错吧？你怎么可能一眼看破我的根脚？你的5色神光虽强，却因先天煞气难以做到5行合一，正道大罗之殿。今日你若入我截教阵营，随我护持帝皇，我便以人道功德洗灭你的先天煞气，祝你大道圆满。好一个五祖，好一个人道功德，成教！这只满口天数的成教伪君子，我早就你们竟勾结这等异类，简直是这世间的耻辱！天数不可逆，帝皇功德既然得不到，那就毁了他。你找死！全线开战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苏寒，你敢逆天行事，师尊定会降下天谴！我们看！人皇即将归位，这期间绝不能出差错。小子这武道功法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过教导了2位人皇，你这肉身都快赶上当年的祖物了。教主过奖了，这才刚热完身。伏羲和神农的羊毛耗完了，接下来这最后一位人皇，昆仑山那边绝对要急眼了。神农已去，人族群龙无首，元始那老家伙肯定不会放过这最后的机会。广成子在天皇、帝皇身上连吃2次大亏，按照他那高傲又输不起的性格，这次肯定会去吞噬截胡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现在已经在有熊部落把刚出生的轩辕强行收为徒弟了，还不去拦？拦他干嘛？不让他把人族交出一场内战，怎么能把阐教12金仙全都套进来打残？终于抢倒了，苏寒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跟我斗！我阐教才是人族唯一的正统。孤足一念，也敢猖狂？请宝贝转身。这是什么邪术？我在这儿看了半天戏，你这只没毛的乌鸦终于舍得跳出来了。你什么人？第10只金乌入鸦，拿大无法复合后羿的精气神炼制的斩仙飞刀，就想干扰我人族战场？你怎么可能知道本座的真身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找错对手了，带着你的小玩意儿赶紧离开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苏寒，真以为我阐教说的像是我没打过你们12金仙一样。我已传信昆仑山，请仇师弟全部下山，这初路之战，只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广成师兄，何人敢辱我阐教？今日我等齐聚，定叫他神魂俱灭。你不是嚣张吗？我今天还真没打算亲自动手。蚩尤，这群自诩高贵的温室花子交给你了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兵主。你才拜入我这教没多久，练练手吧。佛祖放心，老子早就想躲了这群装神弄鬼的缩头乌龟了。区区无足与你也敢猖狂！众师弟，
结阵，仙法将他们轰成飞灰。九黎的儿郎们，随我冲锋！苍子堡就不会打架了，一群废物也配主导人皇之争？嗨！我操！缠脚金线不过如此。生是一时强弩之末，为何拦我？要记住了，我少爷绝不退缩。哼，你们俩在这里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，就没闻到天上那股令人作呕的鞭毛畜生味儿吗？伏妖亮节已过，怎会有如此规模的妖军潜伏在涿鹿？那位可是我们的老熟人了。刚被我打得像条丧家之犬，连本命真火都被我徒手捏碎，逃的倒是挺快。你不过是侥幸赢了我！菜酒多练，怎么找西方向那两个穷酸秃驴借了虚名隐秘大阵当龟壳，又觉得自己行了？今日有西方教二位圣人的大阵遮掩天机，本太子早已不下天罗地网。哪怕你战力通天，也救不了这千万沦为血食的人族。听见没？这就是妖族的算计。西方交给陆压打掩护，陆压等你们两败俱伤，好带领妖族下来收割。你们俩的内斗，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场随时准备端上桌的自助餐。显师，您说怎么做？人族内战，乃兄弟西墙，但若有外敌妄图，将我人族当作谢石，有雄势。愿战至最后一人。好，哈哈，那就先停着，先把天上这只杂毛鸟解决，再谈人皇的归属。陆亚，你就这点火候，给我烤肉都嫌慢。苏寒，你休有得意！妖族二郎们，给我杀！把下面的人族通通吸干！跑得倒挺快。行了，热身结束，上面的正餐下来了，你们俩打算怎么吃？分头被吃，还是凑一桌反杀？吴族，我听您的，只要这小子发誓不趁机捅刀子，我九黎的刀锋今天直斩妖族。我乃人族共主候选，岂会做这等亲痛仇快之事？师友，你我之争是人道正统之争，但面对妖族，我们只有一个名字——人族。既然如此，口说无凭，明天我苏寒就在这儿给你们做个见证。来吧，两位老总，签个战略合作协议，搞个血盟，把你们的巫族精血和人皇精血滴进去。我持有对盘古父神起誓，妖族不灭，九黎绝不与有熊开战。若为此事，属无不容。我轩辕对人道起誓，外患未平，有熊绝不向九黎挥剑。若为此事，天人共虑。现在内耗结束，集团正式达成一致对外的重组共识。喂，弱不禁风的小子，躲在我后面，少瞧不起人，看我捅穿这妖孽的心窝！五人一家亲，九黎的兄弟们，把这群妖孽给我剁成肉泥！有雄士听令，护我人族，杀尽来犯之敌。不好意思，今天你才是盘子里的菜。
那就别怪我动用底牌了。轩辕，你必死无疑。苏寒，是你逼我的。这钉头七剑书乃是价值的异宝，只要写上名字，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一死。喂，小子，你怎么了？还没打完呢，别跟老子装死！我感觉有一股阴冷的气息在啃噬我的神魂。陆压这杂毛鸟，打不过就开始玩非法外挂了。钉头七剑书，还真是连老脸都不要了。看好了，什么叫人民币玩家专治非法外挂？轩辕，魂归来兮，死吧！我的宝书！陆阳，没钱别玩外挂，这种劣质竞品我收下了。师兄师姐们，豆浆已经给你们标红了，陆阳就在那朵飞云后面。陆阳小儿，尝尝我这定海神珠的滋味。敢伤我截教之人，该杀！陆牙手上的宝贝不少啊！你们这群截教疯子，非要鱼死网破吗？这杂毛鸟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大哥追不追？不急，交代过要把它往那个方向赶。行了，别看戏了，人家陆压连家底都掏出来了。你们俩作为未来的 CEO， 不得展示一下核心竞争力？这棋子，我叫他人皇番。再说一遍，那是万魂巨灵宝人番，别听外面的瞎起名。九黎儿郎，甲位在身，神魔不惧。剑，你的剑怎么会？此剑一面刻山川草木，一面刻触目养殖，更有我人族万民一心之意志。陆压，尔等妖孽！苏寒、轩辕，你们给本太子挡着，西方救救我！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这张借条迟早让你们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外患清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苏师弟，这帮劣质竞品虽然主子跑了，但数量不少，留着也是祸害人族，全杀了吗？这些妖孽既然喜欢祸害人族土地，那就物尽其用。师兄师姐，劳烦不下上清大阵，把这些残余妖孽往极北寒荒之地赶。轩辕、蚩尤，带上你们的人，不要追击残寇，立刻去蜀郡河道，安抚百姓。这水势诡异，仿佛带有妖族的冤咒，寻常法术竟难以根治。这是因果，你们这一仗打碎了地脉，这只是开端，未来人族还有一场波及全洪荒的水患。记住，人皇不只是能打仗，还得能让万民在水火中活下来。那个小子还没出生，你们先得把这坛子守住。这一仗打得陆压魂飞魄散，阐教那帮缩头乌龟恐怕也在昆仑山气坏了。阐教叔在眼高手低，以为人皇只是个名头，接下来该收尾了。外贼已清，竞品退散，明天就看这两位 CEO 谁能拿走最后的股权了。此子虽能看破天机，但他看不到人皇
之争是死。停战协议到期了，现在外贼已清，按照洪荒的规矩，人族共主只能有一个。用法宝，不准动用阵法。人族的肉身与意志对抗，谁赢了，人皇大印归谁？蚩尤、轩辕，上来！苏师弟，轩辕似乎在故意消磨蚩尤的战意。蚩尤是满分，但当 CEO， 你只管躲吗？人皇岂是躲出来的？蚩尤，你杀伐无双，若为人皇，人族必将战火连天。你护得住人族的战旗，却护不住人族的饭碗。看看这着陆园，看看那些归乡的将士。不用打了，老子能夺了妖族，但叫不出能种地的百姓。这人皇，老子不干了，给这小子吧！再见人皇。接下来该咱们结教收账了。轩辕为人皇，蚩尤为宾主。人族不求先神施圣，只求自强不息。师父，苏寒此子不除，我阐教在人族将再无立足之地。避孕是死，名分是生。他拿了人皇，吩咐对于子孝公告状。二哥这是要去哪儿？他输不起，去红军那里告状。他敢！墨迹，他去紫孝宫，咱们就去抢他的基本盘。而且红军无法直接插手下面的事情，我已经锁定了太清大师伯的一处气运节点。你敢不敢跟我玩把大的？趁他们在紫孝宫开会，咱们直接把南天门门给拆了。苏寒，你真是要把这洪荒玩坏了！昊天疯了吗？他竟然让苏寒在那位的地盘上挖墙角！通天，你那好徒弟苏寒简直无法无天！趁我等前来紫孝宫议事，他竟敢强拆南天门，毁我太极阵眼！你作何解释？这洪荒是你截教一家之天下。老师法旨一降，我可是片刻不敢耽误，第一时间就来紫孝宫了。昊天师弟刚接手天庭，大门破旧，苏寒带人去帮忙重新装修一下，算什么行凶？强词夺理！天数运转，杀劫已至，今日召尔等前来，只为共议封神榜，以定量劫。议定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紫孝宫半步。教主在里面扛着所有火力，这时间窗口最多只有几年，我得抓紧以清平为眼，借天庭气运，封锁虚空。借人道气运，缩天地造化，助我混元机仙根基破。清闲无力，是肉身强壮，只怕已经注定了生命遗憾。趁着教主带着那张催命的封神榜回来之前，我得先回一趟金鳌岛，搞一场全员绩效整顿。长耳定光仙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五祖好大的威风！教主前脚刚去紫霄宫议事，那后脚就敲响聚仙钟，真把这金鳌岛当成自己后花园了。教主不在，这截教的日常运营现在归我管。今天召集大家，只为一件事：全员绩效考核。我截教乃圣人道统，讲究顺应自然。另一个人族凭什么考核？我们这些得道真仙。
教主说有教无类，是给天下众生一个求道的机会，不是让截教变成藏污纳垢的垃圾站。看看你们头顶的业力，吃人炼宝，杀戮无度，你们是在修仙，还是在催命？师尊庇护尔等，尔等却用这滔天业力败坏我截教气运。按定下的规矩，业力深重者即刻逐出师门。大家别听他的，他这是要毁了教主的道统。我们一起上，先拿下这个夺权的狂徒，等教主回来定夺。正愁新练的内功没地方释手，你们就送上门了。西方教的卧底，你想往哪跑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西方教卧底？你以为你暗中连路，想在梁劫时拿截教阵头，去换一个定光欢喜佛国位的事，能瞒得过我？就用你这内鬼的血，进入截教的大旗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我把教里的毒瘤切了。您若要怪罪，苏寒一力承担。精灵，清理门户。是。苏寒，你们几人跟我走。4个圣人联手，硬生生逼着本座签下封神榜。若不是你提前清理了这些业力深重的废物，我截教的气运今天就被他们这群蛀虫彻底拖垮了。阐教与西方教如此欺辱我截教，我等定与他们死战到底。多宝师兄说的对，大不了咱们就布下万仙阵，跟他们阐教死磕到底。自圣若真铁了心联手，就算师尊有诛仙剑阵，恐怕也双拳难敌4手。这封神榜分明就是冲着断我截教道统来的。哼，天庭的十权中术，比如紫薇大帝、才部主事，早就被我们拿下了。现在这封神榜，充其量就是各个基层员工招聘表。苏寒，你是不是已经有破局的对策了？他们想玩竞品恶意为标，联合起来做掉我们这个行业龙头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只要我们在他们达成协议之前，先一步去天庭布下天罗地网，把裁决的权利牢牢握在咱们自己手里。谁上榜不都由我们说了算？人皇之师被抢，天庭神位被占，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？帝君，那苏寒实在诡异，肉身成圣。截教现在气焰滔天，请西方2位道友来我玉虚宫密谈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元始道兄不知强行遮掩天机，召我师兄弟前来，有何贵干？2位道友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接下来的封神亮劫，本座要你们西方教出手，助我攻破诛仙剑阵。西方凭藉若参与东方亮劫，只怕这因果承受不起。只要你们助我把截教弟子送上封神榜，填满天数。亮劫之后，东方3000红尘客任由你们西方教度化。老兄此言当真？通天那私血我道过，这笔血债贫僧早就想清算了。只要能分食截教气运，我西方教就算倾巢而出，也在所不惜。好，咱们3圣联手，今日便引动封神杀伐之气，定叫截教在天道清算中灰飞烟灭。这杀伐之气太恐怖了！天道清算已经开始，这刚打起来的班子恐怕首当其冲啊！怕什么？阐教那帮自命清高的废物，连天庭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。苏寒师弟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截教万仙立刻结阵把这劫缘给劈散。劈散？为什么要劈散？既然天道非要搞这场绩效裁员，昆仑山又想借刀杀人，那我们就给他们来一场反向神器。天庭正神清令，紫薇大帝多宝才对正神找公子以及各部有事，立刻归位。苍元始天尊想用封神榜锁定我们，他怕是忘了，现在这天庭的打卡机，人事部、财务部全是我们截教的人。今日起，谁身上因果业力重，谁就给我上榜。截教弟子早已清洗完毕，这股杀伐之气，给我原封不动的弹回昆仑山去！怎么回事？我的护体灵光为何在枯萎？这套天劫气为什么会降临到我们头上？师尊救命！天气变了，那封神榜在吸我们的真灵啊！苏寒兄弟，你看这气象，从此往后，人族就是这洪荒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咱们截教作为盟友，那也是气运长青。怕就怕有人见不得人族彻底站起来，
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个强大的主角，而是一个听话的傀儡。轩辕蚩尤，尔等征战多年，杀孽深重，虽有人皇之名，却也有损天和。特将法旨，收尔等为记名弟子，随行前往首阳山听道。我人族千万百姓尚需安置，百废待兴。此时带走我等，是想让人族自生自灭吗？人凡有别，人族若无仙道引导，终是歧途。随我走。当初你对我百般羞辱，现在见此地气运昌隆，又想来分一杯羹。杜涵，圣人面前，岂容你这艺术满口胡言！太清，你虽为人教教主，可人族遭难时，你何在？人族功德圆满了，你又想分一杯羹？有我在，自然你带你走。冥顽不灵。大师兄，你这扁担管得也太宽了。我截教不迟的人，你动一个试试。你说人族是歧途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定胜天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的如意算命盘今天注定要崩了。尔等虽能引动人道气运，但天数已定，人皇满意必遭反噬。若不随我回首阳山，这滔天业力，人族承载不起。没有圣人镇压，这人族气运便是无根之木，早晚崩塌。哼，无根之木。轩辕，人族之主，统御万民，定伦理，开文明。有虽争锋于前，却战力无双，五人血脉融合，乃我人族最强之盾。我以五祖之名，代天行道。今日册封，轩辕归位，坐镇都城，为中央人皇。只有为兵主主战神，统领9黎，人族兵戈所至，皆为兵主之欲。人族不灭，兵主永存。这不可能！业力怎么可能变成气运？他把无人族彻底变成人族了！太清，看清楚了，现在人族有黄阵时，有江开江，不需要你所谓的首阳山指引，更不需要被你软禁在火云洞。苏寒，良劫将至，希望到那时你还能护得住他们。苏寒，今日你彻底得罪了大兄，他那人心思极深，封神2劫中，他定会联合元始，变本加厉地算计我们。教主放心，他们想要这天地众生做棋子，我偏要把棋盘砸碎。只要人族气运再上一层楼，言语不通，政令难传，所以我给人族找了一位文圣。你与其去记他的形状，不如去悟他的神。一形传神，一神定义，我明白了，吾祖。天道文名字有定数，妄图自创文字，扰乱天机，该当何罪？程橙子，你禅教教不了人族，还不准人族自己学？天道在上，今有人族仓颉，关山河河流，星辰万物，创人族文字。第一次站在人族心目，是你。这是开天辟地级别的功德，怎么可能？区区几个符号，竟能引动如此异象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文明的力量。即便创了文字又如何？没我玄门道法，你们依旧是凡胎肉体。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有了文字，人族就能聚在武道总结经验。从今天起，人族不需要你们那些晦涩难懂的仙者。苏寒，你这一手造字，直接绝了阐教想通过文化控制人族的后路啊！这只是开始，文字一出，明智开启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去拿回那些原本属于人族，却被妖族圣人私藏的
万古宝库。准提那老家伙最近不是在到处寻宝吗？咱们去让他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截胡。妙才！贫僧推演7749天，当年帝君战死，妖族私藏的万古宝库定有一处坐标在此。恭喜老师，有了这批宝库，我西方大兴指日可待啊！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开！哟，这不是准提圣人吗？大老远跑这极北之地来找冰雕呢。苏寒，多宝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圣人有所不知，刚才仓颉文圣刚翻译了，这上面写着无妖亮劫赔偿款，归人族所有。一派胡言！此乃无主之物，见者有份，何来接收一说？准提，你是不是想用7本妙术去刷那个生门？别白费力气了，那是陷阱。真正的核心在西北角那个不起眼的石狮子里。哎呀，圣人，你看这宝库跟你有缘是挺有缘的，可惜他是跟我结教的缘。叔子欺我太甚，这原本都是我西方的。你确定要动手？我刚才顺便把这宝库的坐标同步给人皇学院，现在这可是人族的扶贫资金，你敢抢，就是欠了整个人族的因果。你动一下试试。你竟连一点宝藏都不给我留下！别急，这箱底不是还有几块剩下的陈旧不料吗？留给你。苏寒师弟，你到底怎么知道那后门的？准提那老脸都绿得发紫了。这叫大数据分析。多宝师兄，把这些东西分一半给天庭的弟兄们。而坐镇天位多年，虽有任命，却未理红尘百态，欲统御3界万族，当积累大功德。此乃洪荒铁律，唯有历经1750劫，体察红尘疾苦，方能凝聚人道与天道之气运，坐稳凌霄。灵法旨，为了3界长青，此劫真必亲历。哎呀，陛下和王母这一走，说是去攒功德，可这天庭政务堆得跟昆仑山一样高，没个主事的人，这3界岂不是要乱？有我苏寒在，这天庭塌不下来。诸位听着，陛下历劫是为3界祈福，是大功德。但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多宝师兄，你是大师兄，由你暂时代理天庭属物，谁有异议？贫道当仁不让。名不正言不顺啊！阐教那边，我截教弟子占了天庭8成神位，供奉是我们发的，兵是我们练的，妖是我们抓。陛下不在，我们这群老员公群接管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苏寒，陛下历劫，师尊命我等前来辅政，你竟敢私自封锁南天门！前来五方五老为接任职。不好意思，兵马大元帅苏寒大人刚下了新规，是入职天庭的，必须先去宣誓处进行思想政治考核。什么考核？我们是圣人弟子。圣人弟子也得守天规。瞧见没？天庭重地，严禁无证上岗。想进去，先去填表，排队等政审。来了，多宝师兄，给2位大仙封个官吧。封广成子为南方南极长生大帝，封赤精子为西方太极天皇大帝，位列五方五老，身份尊贵，与天同寿。算你识相。
两位大帝，这是你们这周的 KPI， 也就是绩效考核。什么？南极气象调节108000处降雨点，每一滴雨的因果都要备案，还得由我亲自签章。那当然，大帝嘛，权力大，责任也大。对了，你们名下的天兵天将惹那边那几位就是。见过大帝，咱们元帅说了，没他的手谕，我们不出差。你这是架空！你给我的兵，我一个都调不动。注意你的态度，调不动兵，说明你领导力不行，这可是要扣绩效的。绩效不合格，你就得去斩妖台下乡扶贫，你自己选。为什么发到我这儿来了？我可是天皇大帝！哼，赶紧写，明早苏寒元帅要听汇报，写不完别想睡觉。会上最高的位置，让他们干最杂的活，还没人听他们的。他们想借天庭攒功德，做梦！这地道的功德，才是咱们截教真正的免死金。单靠我一人手动分配轮回，地道迟早要崩溃。堂堂地道圣人，怎么能天天在一线当客服呢？苏寒，你总算来了。天庭那边你都安排明白了。我这幽冥地府现在可是烂摊子一个，你有什么破局之法？很简单，架构升级。从今天起，幽冥地府不搞一言堂，咱们给他弄一套极其严密的网格化 KPI 管理系统下。你看，这叫持颠烟罗和18层地狱。亡魂进来，先过鬼门关做身份登记，再送食电阎罗进行生前业力审计。罪大恶极的，直接打入18层地狱进行劳动改造，洗刷业力，洗干净了再送去轮回。哦，好严密的因果法则！如此一来，不仅地狱秩序井然，地道的本源更能彻底圆满。可是，这十殿阎罗的要职，必须得是绝对信任且修为高深之人才能镇得住啊！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咱们截教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精英团队。苏师弟，我等截教门人已奉命集结完毕，这幽冥地府的十殿阎罗之位，我截教包了。后土娘娘放心，谁敢在地胡闹？大道在上，今日我苏寒助后土圆满地道，立时颠阎罗，开18层地狱，幽冥秩序立。幽冥的福乃我地道主场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给我退！苏寒，你补全了地府秩序。今日我以地道之主的名义册封你为冯都大帝，统御幽冥，执掌生死。拜见冯都大帝！元始天尊，你现在连我截教弟子的生死簿都碰不到了。地道圆满后，我感觉对洪荒大帝的掌控力提升了数倍。这生死轮回之权，恐怕会让那位坐立不安。哼。他坐不坐得稳不重要，我们要的是让截教立于不败之地。多宝师兄，公明师兄，你们做镇实颠阎罗，任务只有一个：凡我截教弟子，凡信奉我人道之生灵，若遭横祸，魂魄入地府后，直接走绿色通道。妙啊！这等于是给兄弟们办了个保命险，死后还能在地府编制里继续修仙。懂了。这就叫阳间打不过，阴间我说了算。之前答应您的，我在这幽冥深处感应到了红云老祖的一丝残灵。红云当年形神俱灭，贫道寻遍洪荒都无所获。地道圆满，6道重塑，
凡在洪荒陨落者，皆有痕迹流于地脉。只要镇元大仙愿以地输入住幽冥，我便以此地应权限，助红云老祖在轮回中凝聚真灵，终活一世。若能救回红云，贫道这条命便卖给苏元帅。镇元大仙，劳烦您以地书勾连泰山与幽冥，将此地化为人族与截教的最后退路。贫道领命，地书上。云霄师姐，今日封你为东岳大帝，统领5岳。有镇元大仙的地书辅助，再加上你的9曲黄河阵，这泰山便是铁桶江山，定不负师弟重托。他不仅架空了我们在天庭的权柄，如今竟连幽冥轮回也给占了。若截教弟子真能死后入住地府，那封神榜岂不成了一张废纸？地道虽觉醒，但根基未稳。他想独占轮回，也要看这3界众生愿不愿。传我法旨，告知西方那2位，就说地府处理。怨魂丛生，需大毅力者入住超度。他们不是一直想要分润气运吗？这块肉本做给他们。西方教的守经神兽谛听，他为何此时降临？原是师伯这一招借刀杀人玩得溜啊，让西方教来当挡箭牌。想借超度亡魂的名义，在我的地府里扎一根钉子。地府无序，冤魂难平。此兽乃谛听，可辨3界真伪。想插手地府，这才是真正的地道之主。西方教那点功德跟这一比，简直是萤火之光。孽畜，受我佛门万载供养，竟敢当众投敌，给我回来！准提，这神兽既然选择了地道，便是地府的正式编制。当着本地的面抢人，你当我不存在吗？私藏凶兽，扰乱轮回，元始道友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你等着！苏寒，准提虽退，但元始天尊那边肯定还有后手，而且地府广袤，单凭谛听，恐怕难以监控每一处缝隙。元始天尊算准了我地府缺人手，想借超度之名赛钉子。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强踢。既然地府要绝对防守，那我就给这幽冥装上一套全天候雷达预警系统。苏师弟，你说的这系统需要什么宝贝？不需要宝贝，需要一个被诸天圣人联手封杀的废人。既然不传我，为何又要让我听见这世间所有的恶意？师尊有令，此妖聂三听天机，乃秽乱之源。今日既然撞见了，便将其镇杀，也算全了顺天之道。苏寒，你敢阻碍阐教替天行道？红军道祖曾言法不传六耳。那是因为你们的法太狭隘，装不下洪荒的众生。我截教有教无类，我地府更包容万象。我回去。你不怕沾染天道因果吗？我这双耳朵，听遍3界，却只换来无穷的追杀。六儿，你的天赋不是诅咒。真的吗？自然。从今天起，你入我地府和截教双重编制，做我的情报局局长。这条命，从此就是大帝的。
大帝，东海边缘丁火方位捕捉到极度隐秘的西方梵音波动，准提老贼的化身正在试图给咱们的外门弟子洗脑挖角。阴险的家伙正面赢不了，就开始动这种歪脑筋了。哼！孔宣，雷达已锁定目标，坐标同步给你，带上新练的兵，去给西方圣人上点点强度。收到。五色神光，早就饥渴难耐了。无力之徒，敢在我的地界上鬼鬼祟祟，真当没人能治得了你吗？玄，你怎会来得如此之快？我明明已经封锁了此处的感应。在我们截教的监听器件面前，你这叫掩耳盗铃！众将士结阵，五行融合，神光洗地。哦，这股力量。哼，什么圣人化身，也不过是个一碰就碎的劣质竞品。绝了！6-2监听，孔宣打击。这种指哪打哪的战术，西方教以后连我截教的一根草都休想偷走。苏寒，你为我截教立下的不世之功，足以震烁古今。截教万仙听令，从今日起册封苏寒为我截教副教主。万剑副教主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天劫，这上面带着4位圣人的本源因果。太清、元始，你们竟敢窃取天道权柄，将封神榜的死劫强加于我截教！这因果死劫是冲着截教所有弟子的命格来的，你若用诛仙剑阵强行劈开，反噬之力会瞬间搅碎岛上半数外门弟子的元神。现在出去，正中元始下怀，他在逼你先动手，好名正言顺的让4圣围攻，把咱们一锅端了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这锁链雷死气运金龙吗？这劫气不是凭空来的，原始那帮家伙把人族的水幻因果连在了一起，他们在利用人族的水幻煞气化作这锁链。我去人间，把人族这积攒了万载的水难破了，因果一消，这锁链自然就断了。你要硬闯这劫气封锁，出天神府，谁也拦不住我下凡。教主，入住金奥岛，等我带功德回来，剪断这根铁锁。我复制水是为了苍生，虽有延误，但不致死啊！文日之劫，导致水势反噬，害死无数生灵。师尊法旨，此乃逆天而行，当斩。原始的人，判刑怎么是这么快？鹿晗，你被封锁在金奥岛，怎么可能出来？公路回去告诉元始，这滔天水灾，我截教接手了。你叫大禹，求我祖救我人族，这水堵不住啊！你富贵错在代理，天道运转，水流向低处，你偏要让它停住，这是逆天。拿好这把开山斧，我要你以书代赌顺应的事，给这洪水找一个归宿。归宿在哪儿？归去大海。只要水通了，人族的气就顺了，人道顺了，压在我截教头上的节气锁链就得给我崩断。老虎，这妖怪法力高强，我们的反铁根本伤不到他。云霄师姐，既然来了，就别看着了。奉父教主法旨，平定水患。跟我们水，去地府待着吧。
大禹今日功德圆满。原石想把人族气运锁死在部落动乱战里，我偏要帮大禹把散乱的人族拧成一股绳。部落制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今天我要开创一个新时代。大禹不才，愿铸九鼎，镇人族九。少爷，你想煮九鼎传家天下，这是自私自利，坏我洪荒山让谷里，天道不容。自私自利，人族已经吃够了动荡的苦。至于家天下家还是公天下家，这是我人族自家的股权变动，关你阐教屁事！苏寒，你这是公然违抗圣人定下的洪荒秩序！哪来的跳梁小丑？大禹，听令，以九州之名敕封人道，开！原石，你锁不住了！去吧，人道会记住这一刻。师弟，人皇时代谢幕，我们要回地府还是金澳岛？不，先去东海。赵公明师兄在那儿蹲守太久。上仙，非是我等不识抬举，这门后乃是我龙族最后的底蕴，若开了，龙族气运便彻底散了啊！老广，若非苏寒师弟算出你们还藏着12颗定海珠，我还真被你们这副穷酸样骗了。原是天尊的人刚才就在涂山赤壁，你觉得等他们腾出手来，是会来扶持你这衰败的龙族，还是把你剥皮抽筋去填那封神？现在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。第一，继续守着这12颗烂珠子，等着阐教来灭门。第二，把珠子给公明师兄，全族整体投靠我截教。我以五祖之名承诺，入地府者可尝四方水行入天庭者，正是册封四海正神。还望仙常离下天道誓言。36珠圆满，内含36诸天。师弟此大恩，功名没齿难忘。物极必反，元始天尊怕是要彻底撕破脸了。他早就撕破脸了。师弟，这就是你说的天命封神之人。元始天尊在等他的飞熊入世，却不知道飞熊有2只，一只主兴，一只主乱。举豹子精也敢窥是天命意象，给我滚出无影山！凭什么？出身卑微便不配问道吗？这天地良才，难道都是你们阐教的私产？说得好。罗祖，申公豹，你想正道吗？想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圣人门徒听到你的名字就心惊胆战吗？求大仙指点，只要能出头，申公豹愿当牛做马。礼法，名曰命运因果，不修仙力，专修口业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苏寒的记名弟子。我要你记住一句话：当你对人说出道有请留步时，哪怕是神仙，也要入这封神节课。这是五祖令。去吧，去那大上朝歌当你的国师。师尊，那我该针对谁？等姜子牙那个老实人下山，你只需要热情地拉着他的手，带他去见识见识。师尊放心，这道有请留步5个字，弟子定会叫他响彻洪荒。
何方妖道，竟敢擅闯王宫！贫道申公豹，奉五祖苏寒之命，特来为大商江山保驾护航。快，请上座。那费仲由婚事阐教与西方教试图埋下的腐化种子，你不用除掉他们，只需用你的因果口才引导他们。他刚下山，必然会去寻他的结义兄长宋义人。你去盯紧他，凡是他想做的买卖，你都让他亏；凡是他想避的坑，你都让他跳。道有请留步，正愁没处施展呢。哎呀，这不是姜子牙姜道友吗？你认识我啊？久仰大名，听闻道友满腹经纶，这叛旗钓鱼多没意思。随我去朝歌，我保你入朝为官。奇怪，将上下山后的命格本该先苦后甜，入西气星舟，为何现在的气运竟与朝歌纠？姜尚乃天定之人，谅那苏寒也改不了大事。传令广成子，让他务必注意此番动向。准提圣人交代，只要能让大商后宫乱起来，西方教愿助你执政大罗。好说好说，不过那姜子牙可是阐教的人，守正的很，难搞啊。不如咱们先合力把他弄到朝歌的高位上，再设法让他犯错，如何？苏寒，亮节的气息已经渗进了幽冥，封神榜在抢夺魂灵。原始想让封神榜成为唯一的真灵归宿，从而彻底掌控天庭。但我地道才是洪荒生灵最终的安息。从今日起，凡我截教弟子，皆在生死果上挂名。肉身若毁，真灵不入封神榜，直入地府转修鬼仙，或入轮回重修。地狱不只是为了惩罚，更是为了清算因果。云霄师姐，你带人在每一层布下混元金豆分身，凡噬入地府的魂魄，先经金豆消去奇贪残耻。遵大帝法旨，如此一来，地道功德将与截教气运彻底绑定。我们要让这洪荒明白，天道管不了的，我地道管；封神榜收不了的人，我18层地狱收。沈兄，为何我总觉得这朝歌的气运不是师尊说的那样颓败，反而在不断增强？那是因为大商现在的法度变了。江兄，你别老想着算卦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都是五祖苏寒定下的规矩。咱们做臣子的，只要顺着五祖的路走，那就是大功德。他老人家当真是在为人族谋万事，可师尊说。师尊，大事不好！姜尚在朝歌不仅没乱伤气运，反而帮着纣王推行什么地道税务法。现在朝歌上空的人道气运已经凝聚成紫金真龙了。韩，若非你提前布局，这封神榜一开，朕这天庭怕是要被阐教那些心高气傲之辈填满了。陛下，与其等别人来填坑，不如我们自己先扩招。我已调拨3000名人族功德圆满之碑，并结教万仙中经通阵法者，要在33重天构建劫天大阵。33重天的防线已布置完毕，每一层都钉下了龙族贡献的镇海晶石，配合地道的引力阵法，阐教的人想飞升进来，得先脱层皮。元始天尊不是想借封神榜垂帘听政吗？我就把这33重天建成铁板一块。传令下去，凡无玉的旨意，五祖令者
擅闯天庭天门者，格杀勿论。师兄，奇才呀！这天道、地道、人道三位一体的税收法，不仅充盈了国库，竟还能通过因果回馈给百姓。江兄，这叫取之于天，用之于民。你以为你在处理俗事，其实你是在修人道大德的。此呀惭愧，以前总觉得修仙才是正途。现在才知，这朝堂之上的因果，竟比昆仑山的血还要纯净。苏寒这梳子，上锁天庭，下封地府，中兴人族，这是要断了我们所有圣人教派的根基。天时已乱，人族气运若彻底独立，我等人将将主之位也将名存实亡。元始，你欲如何？既然他想保人族，我就让西方教那两个贪心的家伙去试探。苏寒若救，便会触动西方因果；若不救，他的人族无祖之名便会崩塌。当身负异禀，却在这红尘苦地蹉跎岁月。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无灾无解，尔等与我西方有缘。准提，你这有缘的词儿都快被你用烂了。哼，臣当我截教新君是摆设。洪轩，你虽有些修为，但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不过是微尘。让开，否则今日便剁了你这扁毛畜生！你刚刚这就像这每一寸沙石，都刻着我地道的法度，在我地府大帝面前谈吐画虎。你问过我的拳头了吗？准提，人族边境，非请莫入，你过界了。想抢我人族英才去西方当奴隶，当朕的轩辕剑不利否？竟然勾结火云洞三皇！什么叫勾结？这三位本就是我人道的先贤。公审，开火，让准提圣人见识见识咱们现代化因果覆盖。吴总，人道气运经此一役，已彻底稳固。准提折损了圣人面皮，西方教的气运已经跌了30%。多谢三位压阵。准提那几片莲花瓣，我会让申公豹送回朝歌，炼成人族抵御幻术的醒神烟。西方教那几个随行的护法罗汉，全被我的五色神光收了，现在正关在地府拔舌。别高兴太早，准提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元始和太清绝不会。刚才元始和太清的气息已经进了紫霄宫。咱们截教现在上锁天庭，下封地府，中兴人族。道祖只要不杀，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强行推翻。但封神榜的名额终究要填，走吧，去紫霄宫看看他们憋了什么坏水。打着重生的气运，联合三位古老尊长伤我性命，这简直是在挑战至高法则啊！截教门徒把持四海与地府，现在连天庭也成了苏寒的私地。若再由着他胡来，这洪荒乾坤怕是要……人族气运若完全脱离圣人掌控，天道秩序将乱，请老师明示。都要进去了，你还有心思吃？没事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，一会儿进去了，您别说话，看我的。西寒，你这逆徒，竟敢擅闯紫霄宫！师祖在上，苏寒今日来是向您汇报洪荒3年核规划管理报告。龙神谅界本意是为天庭寻才，为洪荒消业。如今苏寒代截教，带人族，已将业力消了大半，天庭神职也已由大功德者担任。强行按照原始圣人的名单，将那帮毫无功德、只会算计的仙人塞进天庭，那才是对洪荒秩序的最大破坏。苏寒，你欲如何？封神榜可以签，但名额不能有产较定。谁该上榜，看谁杀劫重，谁功德浅。另外，若师祖非要灭截教，
那地道与人道便会玉石俱焚。皆是洪荒崩塌，不知老师河道之身能否扛住这灭世大因果？苏寒，你是在赌不敢让洪荒重归混沌？苏寒不敢，苏寒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与其让洪荒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击灭，不如在现有的秩序下涅槃。始祖和申天道求的是补全，而非毁灭。老师，苏寒之意便是截教之意。若我截教万仙必成劫灰，那这洪荒不要也罢。封神之争，圣人不得下场，名额之定，之后再议。苏寒，你好自为之。此子断不能留，若任由他在朝歌经营，封神榜上只怕全是我阐教门人。苏寒在朝歌定了神功宝，咱们就在西岐定下更大的暗桩，去西岐唤醒那颗沉睡已久的因果种。师尊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紫霄宫那边暂且压住了。姜子牙那边怎么样？姜师兄现在在朝歌干得起劲呢，已经成了百姓眼中的青天大老爷。但他毕竟受了阐教几十年的洗脑。哼，把这个钉在商周交界的首阳山下。师尊，这暗桩到底是啥？元始想让西岐兴起，必然要踩着大商的脊梁。我要你在这里等一个人，搏一考。西伯侯长子，他不是必死的吗？西伯侯长子，他不是必死的吗？在我的剧本里，他可是撕开阐教那张人画皮的绝佳利刃。这枚种子保的是他真灵不昧。他若在朝歌被剁成肉酱，那是大商无道。他若活下来，跑到两军阵前，去问问西岐的叛军什么时钟消息。你猜元始天尊那帮自诩正统的徒弟们敢不敢当众杀他？杀忠臣，阐教就是不仁不义，不杀西岐造反的旗号就不攻自破。看样子师祖这是想通了。这次2役，元始肯定是准备好了替死鬼名单，想蒙混过关。我先走了。苏寒，你虽为政混元，但常人道空统，卧地府轮回，此番亮节，你当有一做。老师，他不过是个蝼蚁出身，安能与我等天道圣人平起平坐？我坐的可是人道和地道的位置。你要是不服，把你这天道圣人的位子让出来，咱们换换。只等速速签押，一完杀劫。不过为全天数，我已将阐教100多名记名弟子填入榜中，剩下的空缺通天，你截教门下。你想拿我截教万仙填坑？慢着，既然要审计，咱们就拿数据说话。你填进去的这100个记名弟子，修为平平，在洪荒连雉鸡都没杀过，哪来的杀劫？反倒是你那宝贝的12金仙，他们身上的业力红的都快滴血了，你敢说他们是服的真仙？苏寒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这些记名弟子乃是替我那12金仙挡劫，有何不可？借助用底层炮灰的命换你所谓精英的命，你也配替天道定数？师祖明鉴，天道降劫，本为清算因果。若任由阐教以无辜外门里带桃将12金仙，这些因果大户却逍遥法外，岂非是天道法则未而继？若真如此，这封神榜不签也罢。苏寒所言合乎天道运转之理。因果不消，杀劫不散，待人受果，不可消核心杀体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没看袁12哥那脸，绿的都快冒油了。12金仙入劫，
元始就必须找一个能掌控封神榜的代理人去凡间帮他们挡灾。天生飞熊异象的人，就是他们眼中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要找，咱们就送他一个。接通朝歌谷师傅的阵法频段，申公豹养精蓄锐这么久，是时候让他在4位圣人面前好好展现一下他的核心竞争。大帝放心，已锁定，保证让昆仑山和须弥山听得清清楚楚。披灵带甲之辈，这飞熊异象的应劫之人，竟是一只豹子精。元始道兄，既然你嫌弃他出身不好，小友入我西方贫僧许你副教主之位，享无边极乐。准提，也敢来我东方抢人？此乃天定代天封神之人，何该入我阐教门下？准提道友，天数定在东方，你若强求，莫怪老朽这扁担不讲情面。师尊真乃神人也，这4个老家伙真的一起来抢我了。4位圣人大老爷，小妖何德何能啊！你虽出身卑微，但既负飞熊异象，本座便破例收你为玉虚宫嫡传弟子。只要你替本座办好一件事，未来金仙之位必有你一席。小友，元始最重根脚，你去了阐教也是受尽白眼。来我西方，我们绝不歧视。西方虽好，但小妖仰慕玉虚正统已久，圣人不弃，弟子申公豹拜见师尊。善，随位师回昆仑。棋子已经落盘，申公豹在阐教的职场霸凌受的越多，他那句道友请留步的威力就越恐怖。公豹，你既入我阐教，当知顺应天数。江上已在朝歌，你即刻下山，暗中行事，务必促成西岐伐商的大业，替你众师兄引渡节气。弟子谨遵师尊法旨，万死不辞。师尊慈悲收留你这批临代甲之辈，你可莫要丢了我阐教的脸面。区豹子精也配与我等同列？众位师兄教训的是，师弟这就下山。好个阐教12金仙，拿我当替死鬼，就别怪我用5祖师尊传的神技送你们上封神榜。大买卖来了，道友请留步。申公豹，叫本座作甚？哎呀，广成子师兄，师弟初下山，对洪荒局世上不熟悉，特来向师兄请教1、2。滚开！本座没空指点你这等血脉驳杂的卑微之徒，莫要让你的俗气沾染了我的纯净灵力。突破了，太乙金仙境，师尊传的这门神技。这就完了！广成子可是大罗金仙，回头应答了一声就被扣了气运，缠了节气。只要对方应了那句道友请留步，就等于主动接盘了申公豹身上的飞熊灾劫。广成子越傲慢，业力缠的就越深。等他下次再跟人动手，保证法宝失灵，走火入魔。何方妖孽暗算本座？苏寒布局人族，竟让这大商气运不减反增。若不让这地心血毒女娲引得圣人震怒，这2劫如何开启？我西方教如何浑水摸鱼？准提，老友转世，岂容你这般算计？准提圣人，女娲宫圣地，你在这儿动手动脚，是不把娘娘放在眼里？素寒道友误会了，贫僧只是见人黄诚心，想助他一臂之力，助他提时汝圣吗？高气运，三皇五帝，此为外。苏寒，你竟敢引动人到业力反噬圣人！准提自作孽不可活，
你算计人皇在先，这万世业力，你就慢慢替西方教销售吧。趁他们焦头烂额，我该去拿回属于我的最后一份感悟了。竟然算准了贫僧会去女娲宫，那三皇五帝的虚影分明是早就在那儿等着我了。师弟，你糊涂啊！如今你算计人皇未遂，反被人道气运盯上。我西方教本就贫瘠的气运，此刻已被那业力锁死了。顾不得许多了，若不消灭这万世业力，西方教顷刻便要崩塌。天道在上，我皆引愿代西方众生再发宏愿。愿我作佛时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 64大宏愿，愿为人道补缺。西方那两位，怕是连裤子都当给天道了。你这一手，让洪荒多出了整整64条因果巨债。他们不背债，怎么肯乖乖在接下来的梁节里听话？娘娘，我于此感悟，截教那边被拜托了。放心，只要在幽冥，纵使圣人也窥探不得。三道合一，方位混元。若尔金仙圆满，只差半步，便可入山正道。师尊，苏师弟闭关后，我截教万仙皆已归为。那些不安分的散仙，也都被苏大帝留下的规章制度训得服服帖帖。好，这就叫战略大后方。林氏和西方教还在算计怎么让地心昏庸，却不知苏寒早就把那人皇之位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。师尊，看到什么时候下场？不急，看戏。下一场戏可是那位人皇的主场。相归来，古总觉得这宫中冷清，那些整日只知劝谏的老臣，真是让孤厌烦。大王，北海原福通虎视眈眈，您怎可沉溺酒色？北海自有文太师，孤现在只想修建一座高台，与仙人同乐。演技略显浮夸，收着点儿。仙长，陈军的色还真不好演。若非为了让那些圣人放心大胆地把棋子送进来，故真想一剑劈了那几个暗探。苏寒道有交代过，这叫战略欺骗。指责这些工程款像全被拨到了苏寒建立的人道学府，那些民工也全是苏寒特种训练的精锐。以下只废除各路小诸侯的奴隶特权，进行行政改革，收拢人道气运。接引师兄，你看那地心果然被业力侵蚀了心智，开始荒淫无度。那露台一旦开工，大伤民怨沸腾，我西方的机会就来了。我等便能趁乱收割气运还债。地心道有这演技，简直能拿洪荒最佳了。他修的是露台，我修的是断头台。真公报通知文仲，让他配合演戏，带领主力北征，给西岐河产教藤出宫的错觉。这就去北海给他们家把火，顺便看看哪位道友有缘上榜。该去一趟那里了。太乙踹着一堆破铜烂铁搁这儿钓鱼呢。赵公明，此乃天定灵珠子转世，何该归我阐教？诸位师弟说。天定，我苏寒师弟说了，在人族地界，人道气运说了算。宝贝不错，可惜跟着你这老东西明珠投案。拿来吧你。
这娃天生杀性重，但我看他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。那你收他当开门弟子，名字得改改，得压住他这先天灵珠的傲气。全凭五祖财神爷做主。这娃闹腾的厉害，得叫个喜庆好养活的名字。既然是咱们截教的宝贝，就叫旺财吧。林师兄，听说太乙那儿还有不少宝贝，过2天让旺财去他洞府门口拉练，捞点好东西。